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今天我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尼康 Z 开口镜头2410 f4S 的一些主观感受。那由于呢，这镜头实在是不少尼康无反用户期待已久的一支镜头啊，那所以这次呢，我会分2期视频来聊一下它。这次主要是分享我的初步拍摄体验、拍摄样片、使用场景。那下期视频呢，我会在各个方面详细的把它和这个2470 f4S 这镜头进行这个深入的对比。那希望呢能给大家在选购镜头的时候提供一些参考，请大家务必给我点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从2018年尼康推出了 Z 卡口无反相机之后，尼康相继推出了2470 f4S、2470 f2.8S、2400 f4 到 f6.3 VR、24到50 f4 到 f6.3、24120 f4S， 那还有呢最近推出的2875 f2.8。这6支标准变焦还有大变焦镜头啊，它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，基本上覆盖了不同的使用人群和拍摄需求，价格也是丰俭由人。那我之前的这期视频呢，也有详细的测评和对比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看一下。2470 f4S 呢，我相信是不少尼康无反用户的第一支镜头，也是我第一支购入的 Z 卡口镜头。它轻便小巧，画质也是不错的，堪称是地表最强的套头啊！在我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，我主要是用它来拍摄一些产品、一些活动、一些建筑等等。那大部分时候呢，它都可以满足我的拍摄需求。那不过啊，有些时候我真的希望它的焦段可以覆盖得更长一点点，让拍摄呢可以更方便。那或许你们会说，为什么不考虑24-200那一支镜头呢？那支镜头的确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镜头啊，它涵盖了我们最常用的焦段。那不过由于它并非恒定光圈，那随着焦段的变化呢，光圈也是不断的缩小。那并且它的长焦段的锐度呢也有明显的下降。那在我看来，它更适合用来日常旅游拍摄，而并非工作时或者专业拍摄时候的首选。那直到2410 f4S 的出现，它的确在体积、重量、性能、画质各方面做到了平衡。那比这个2470 f4S 多出的50毫米的焦段呢，让我们可以仅使用一支镜头就可以应对更多的拍摄题材。2410 f4S 的重量呢仅为630克，和500克的2470 f4S 相比呢，两者差别呢并不大。它同样也是一支外变焦镜头，在24毫米端的时候呢，约为118毫米的长度，而在120毫米端呢，约为170毫米的长度。这样的体积和重量，经过我最近一段时间的高强度使用之后啊，我个人对它还是非常的满意的。由于2410 f4S 是尼康 Z 卡口镜头的 S 系列，那所以呢，镜头上面呢有明显的这个 S 标志。那这次呢 S 字样呢比这个2470 f4S 上面的 S 字样呢更加的这个霸气，更加的高级。那同样呢也是自带手动和自动对焦的切换按钮，同样拥有自定义控制环。不过2410 f4S 呢新增了 LFN 自定义功能按钮，让这一支镜头啊拥有更多的自定义可能性。那如果一定要说这镜头的缺点的话，那或许啊是缺少镜头的这个防抖功能。那由于啊这镜头是达到了120毫米的长焦段的，那并且是 f4 的恒定光圈，那在户外或者光线良好的情况下呢，缺少镜头防抖功能呢，并不会给我们拍摄造成过多的压力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弱光室内拍摄，或者是这个夜间拍摄啊，我们或许是需要降低快门或者这个提高这个 ISO 的。但是呢，得益于尼康无反相机不错的机身防抖，还有不错的这个高感表现啊，那在比较慢的快门速度下呢，哪怕是120毫米端都可以手持拍摄出清晰锐利的照片。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，当我需要拍摄夜间或者室内人像的时候呢，f4 的镜头呢绝对不是我的首选，我还是会根据现场的需求更换去大光圈定焦镜头进行拍摄的，那或者是搭配闪光灯进行拍摄。这一支镜头的焦段从24毫米至120毫米，覆盖了我们日常拍摄中最常用的24毫米、35毫米、50毫米、85毫米、105毫米、120毫米等。我也用这几个焦段分别在同一个地方拍摄出不同的照片，可以明显看出，虽然是 f4 光圈的镜头，
当我们把焦段推到去70毫米之后，只要拍摄主体和背景拉开一定的距离，还是有明显的背景虚化和空间压缩效果。对于我个人而言，24120 f4S 更适合在拍摄商业活动、旅游或者日常扫街时候使用。无论拍摄的是风景、人物还是静物，这支镜头都有出色的表现。还有一点啊，这镜头在所有的焦段的最近对焦距离均为35厘米，放大倍率为0.39倍。其实可以当一个准微距的镜头来使用了。无论是在旅游时候拍摄花鸟鱼虫、食物、饮料，还是在婚礼中拍摄戒指，都是十分实用的。在画质方面，尼康的 Sekako S 系列镜头一直以来都有信心的保证。13组16片的镜头结构，包括3枚低色散 ED 镜片、1枚非球面低色散 ED 镜片、3枚非球面镜片，带纳米结晶涂层和抗反射高清涂层的镜片，以及浮涂层前镜片，所有的用料几乎都是顶级配备。可以看出啊，尼康在这镜头上面的付出呢，绝对是不含糊的。那不仅可以为把我的 Z6 二代，哪怕是 Z7 二代，甚至是旗舰的 Z9，它都可以完美匹配。那在我初步的体验下来呢，这镜头无论是24毫米端还是120毫米的长焦端，传开光圈 f4下，它的中心锐度都是无可挑剔的，不会让我失望。而边缘锐度呢，则需要在 f5.6 光圈以上才可以达到最优水平。那在下期视频呢，我也会在各个焦段、各个光圈下和2470 f4S 进行详细的对比，请大家记住订阅我的频道，留意我的更新哦。而在紫边和色散方面，这一镜头表现的是优秀的，无论是广角24毫米端还是长焦120毫米端 ，f4 传开光圈下，紫边问题都非常的轻微，几乎可以忽略。而在炫光控制方面，这镜头的总体表现呢比较一般，在直接对着强光拍摄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鬼影和炫光，建议还是戴上遮光罩，减少杂光的影响。在暗角、背景虚化、星芒、畸变方面，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样片得到一些初步的看法，详细对比我也会在下个视频一一展出。在对焦方面，由于24120 f4S 具备的是双 STM 对焦马达的镜头，哪怕我使用的是 Z6 二代，在全焦段下，在单点对焦的模式啊，这个对焦速度在远和近之间切换也是非常的快的，并且非常的安静。那我相信呢，如果是搭配 Z9 使用，它会有更出色的表现。那不过当我使用的是全区域人脸或者人眼识别的时候，如果人物比较小的话，相机还是无法迅速识别出人物，还是优先对上这个背景。那当人物占据画面比例比较大的时候，才可以识别出人物的脸或者眼。那这也是尼康 Z5、Z6、Z7 系列的通病。那我希望呢，尼康以后可以在日后的固件更新，或者在以后的机型中进行这个优化，从而发挥出这镜头的真正实力。在视频拍摄方面，由于它是恒定光圈 f4 的镜头，当我们视频拍摄的时候，无论焦段怎么变化，我们都可以保持固定的快门和光圈，仅需改变 ND 滤镜的档位即可以改变曝光。那这一点呢，在视频拍摄的时候呢，是极为重要的。和其余的尼康 S 系列镜头一样，这镜头的呼吸效应呢是极好的，特别是在广角和中焦段。那如果呢，一定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那在120毫米端呢，呼吸效应相对控制的是相对弱一点点，但是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属于第一梯队。那在过去我会说1430或者这个2470会比较适合拍摄这个 RAW， 那如今呢，我会说24120 f4S 这镜头呢，用来旅拍、用来自拍 RAW， 那或许呢也是相对来说更加的适合的。在户外旅拍或者日常生活中拍摄，仅需要带一支镜头，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部分的拍摄题材了。那使用它拍摄这个 RAW 的短片，也可以涵盖了广角、中焦还有长焦段，不仅交代了实地人，还可以让画面有更多的变化。那就算是用它进行这个专业的拍摄，我也没有任何的担心。这支镜头已经上市了几个月了，被大家吐槽最多的是799的价格，还有一直缺货的状态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合理的。
它不仅包含了传统的2470焦段，还配备了120毫米的长焦段，在画质、做工、功能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。那如果它可以加入这个镜头防抖的话，我会觉得那就更加的完美了。那我相信呢，说到这里，有不少朋友肯定会纠结，到底如何在这6支变焦镜头中挑选最合适的一支。那首先呢，如果目前你们并没有选购2470 f4S 的话，那我肯定会首推24120 f4S。多了这50毫米的焦段，绝对可以让你们打开新的世界，拍摄出不一样的画面。哪怕它或许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有最完美的表现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值得为此进行这个妥协了。那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拥有2470 f4S 或者 f2.8S， 并且同时拥有70200 f2.8 VARS， 那我会说，如果你们不是追求极致的轻便，24120 f4S 或许并不是你的必需品。那因为呢，你已经拥有了尼康 Sekako 最顶级的镜头了。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24200，并且呢，摄影并不是你的职业，那我会觉得继续使用马自镜头，然后把钱投入其他定焦大光圈镜头。那对于2875 f2.8 呢，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们经常需要在室内或者在弱光拍摄活动，又无法承担2470 f2.8S 高昂的价格，那2875 f2.8 将会是性价比极高的替代品。而这个2450那镜头呢，我个人呢并没有十分的推荐。那除非呢你们是真的是需要经常拿相机，轻便的镜头、轻便的相机出去外面扫街的话，那我或许会推荐一下吧。否则的话，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推荐。那以上的一切呢，仅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。那具体如何选择呢，还是需要根据你们的拍摄题材和拍摄习惯而进行这个选择。大家具体有什么建议还有想法的话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发弹幕或者给我留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再次提醒大家一下，下一期视频我将会在各个方面详细对比，在客观角度测评一下24120 f4S 和这个2470 f4S。那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大家给我点赞、投币、留言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